苹果刚刚在秋季新品发布会上发布了5款全新的产品。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快速总结并给出我个人的购买建议。我们从小往大了说啊，先说 AirPods Pro 2。一款产品更新，大家等了1000多天啊！苹果发布上一款 AirPods Pro 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疫情呢。这次耳机降噪能力是前代的2倍，通透模式带来了自适应体验，也就是说它会自动监测周围的噪音。我的理解就是噪音强的时候就降噪更多，噪音低的时候就更加通透。支持了滑动耳机去调节音量，这个属于大家期待已久的功能了。它新增了 emoji 镌刻，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小头像刻在耳机盒上，然后新增了 XS 最小号的一个耳塞，小耳朵用户的福音，新增了耳机盒的挂绳孔。别小看这个挂绳孔啊，极为先进。挂绳是凸显个性的一个最佳方案选择。我相信第三方市场将迎来一波挂绳的繁荣。对于购买建议，从这一刻开始 ，AirPods Pro 第一代就已经没有任何购买价值了。你就想想你是否需要降噪耳机。需要提醒大家，降噪需求呢是一个很特殊的需求，它为了实现降噪效果，要相当程度去牺牲佩戴的舒适性。所以大家是否需要购买，就判断你是否需要降噪。什么场景需要降噪呢？飞机、火车、地铁以及嘈杂的办公环境，这些场景频繁地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那么入 AirPods Pro 就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你希望拥有更长时间的舒适佩戴，那么 AirPods 2和 AirPods 3才是更好的选择。接下来我说说手表啊。Series 8在外观上和7完全没有改变，核心是增加了体温检测和车祸检测。这个体温检测目前呢，它不是用来测试大家是不是发烧，据说这个年底可能会增加测体温、测发烧的这个功能，但现在肯定是不支持的。目前这个功能呢是用来检测女性的经期追踪以及排卵期预测。那一个就是为了方便女生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生理曲线，另一个是更好的进行受孕准备。当然，如果你是男生啊，那么8代的升级动力确实不大啊，主要是我们它真不排卵呢，对不对？就监测不到这个环节，所以7代用户就没有很大的理由去更换。那个车祸检测 iPhone 14系列也支持，所以你想体验那个功能啊，你可以选择买手机。女生的话，我其实挺建议升级的，就是你把身体健康数据化这个事儿有多棒。之后我有时间会讲讲我监测自己睡眠啊，一系列身体健康数据的故事。就是我要是个女生，我会为了监测排卵期和生理期而把我的7代升级到第8代。啊，我做梦没有想到自己的视频里会出现这样一句台词。如果你目前是6代用户，或者5代用户，或者4代用户，你想升级一下设备，那么我还是建议首选8代啊。我看了一下，京东目前7代手表可以优惠200块，好像是2799。目前7代和8代对于男生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保不齐未来苹果给8开放一个体温检测，监测体温在这几年的意义我就不用展开了吧，同学们。苹果在发布会上这次还发布了一款主打运动用户的 Apple Watch Ultra。之所以叫 Ultra 这个名字，我盲猜是 Apple Watch Pro 这个名字在哪个地区的版权受到问题了。这款手表苹果涵盖了3大使用场景，分别是登山、潜水以及野外行走。这个手表拥有更坚固的外壳、更强的防水能力、更亮的屏幕、30小时的标准续航时间以及60小时的极限续航时间。按照苹果手表它续航的一个换算，我们普通的手表18小时官方续航大概可以使用1.5天，那么这个30小时官方续航大概我换算过来应该能使用3天左右，对吧？60小时续航就应该是充一次电可以使用5到6天左右。购买建议上，Apple Watch Ultra 我只推荐给2个人群。第一个就是你真的是有专业用户的需求，你真的有在登山，你真的有在潜水这些日常操作，那么 Apple Watch Ultra 就会成为你在户外最好的一个助手。第二个推荐人群呢，就是追求不一样的用户。Apple Watch Ultra 它会更大、更沉、更厚、更贵。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本身不是专业用户，那么你花了更多的钱，压根儿利用不上这些功能。所以呢，普通用户我就完全不推荐这款入手。但是如果你压根儿就觉得，哎呀，功能都是浮云，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这几千块钱的投资，让别人都知道我买了一块新手表，就出门你跟人聊天的时候，你都得这么聊，哎，对吧？今天天气怎么样？那么这部分用户，我觉得你可以考虑 Ultra， 因为8代今年仅凭肉眼观察，确实看不出是新款。从心理营销学上来说 ，Ultra 的价值要更大一些。最后，我们来说说 iPhone 14啊，今年新增了 iPhone 14 Plus 这款机型，一款6.7英寸的大屏手机。我几乎可以断定
iPhone 14 Plus 会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实现对市场的覆盖啊。它拥有 iPhone 14 Pro Max 近似的屏幕使用体验，但是重量上要轻了足足40克，它甚至要比6.1英寸的 iPhone 14 Pro 还要轻，所以大家可以预见到它的手感使用体验会相当的不错。我来说说 iPhone 14 Plus 的购买建议，判断自己是否适合 iPhone 14 Plus， 我认为有3个标准啊。第一个就是对于影像系统的追求有多高，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机的相册，如果过去1年你的绝大多数照片都是使用主镜头拍照，甚至很少使用超广角，那长焦镜头更是买回来没用过几次。那么 iPhone 14 Plus 呢，我会优先推荐。第二个就是你对灵动岛的识别度有多高的追求。今年这个灵动岛真的是太有趣了，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玩意儿无所谓，那么我会优先推荐 iPhone 14 Plus。第三点就是预算，对吧？有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至于其他什么屏幕刷新率啊、芯片 A15还是A16啊，这些我认为都不是 iPhone 14或者14 Plus 用户应该考虑到的。120赫兹刷新率确实很爽很细腻，但是我现在拿起 iPhone 13，我用一会儿也就习惯了。至于颜色还用说吗？当然是以我的名字呼唤你的远峰蓝呢，对吧？这个颜色我的妈呀，真的是太好看了。紫色我认为可以作为一个第二选择，但是我目前看官网的图片，我认为今年错过蓝色会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至于容量，如果你使用 iCloud 来存储照片，或者你平时压根儿就不怎么拍照，那么128GB 绝对够用。大家记住啊，14和14 Plus 的128GB 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选择。苹果把所有核心基础体验都给你保留，然后删掉了那些不那么核心的功能，就是为了让 iPhone 14和14 Plus 能够以更低的价格去触及市场。如果你更依赖本地存储，那我更建议256GB。这年头，照片和视频它的体积是越来越大，对本地的空间需求也越来越高。512GB 的话，从我内心来说啊，如果你有1万块钱预算去买手机，那么应该对预算不敏感，我建议可以考虑 Pro 看看。接下来我们说14 Pro 系列啊，我有预感今年也要掀起市场的血雨腥风啊。咱们就说这个感叹号的前置镜头，从发布之前的千夫所指，到发布会之后以灵动岛的形式亮相，就我这么多年真的是第一次感受到设计的力量有多强大。就是什么叫做2极反转，就是用一个动画效果，把一个所有人都看起来特别缺心眼的环节，变成了整场发布会的最高光时刻。我现在都开始琢磨，就今年供应链的这个泄密，对于苹果反而是一个帮助，就是所有用户他的预期都降到很低，大家都觉得行吧。就感叹号就感叹号吧，对吧？至少辨识度高。就在这样一个预设心态之下，苹果带来了灵动岛，而且这个名字 Dynamic Island， 你会想象有一天你的手机上会出现一个岛吗？而且这个灵动岛的名字就让我一瞬间觉得特别像彼得潘里的那个梦幻岛一样，充满了这种童话世界的感觉。我认为灵动岛的出现就是一家科技厂商软硬件结合的一个综合结果，也是一个科技厂商和人文艺术融合的一个最好结果。今年这手机说卖7999，我认为这5000块钱属于灵动岛。当然，这个灵动岛的实用价值目前还有待观察，主要取决于第三方开发者。换句话说，苹果现在是把舞台提供给了开发者，至于演的好不好，还要看开发者的适配好不好。目前这个显示面积，它可以显示音乐播放信息、打车信息、倒计时信息、通话信息。我推测未来还会显示外卖信息呀、订票信息，凡是能够与通知进行挂钩的形式，应该都可以以灵动岛的方式进行呈现。但是还是得看开发者的想象力，毕竟当年苹果也推出过不那么成功的 Touch Bar， 其实核心就是第三方的生态没起来。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等等我之后的真机评测，目前我也没有看过真机啊，拿到之后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其他部分的升级包括主镜头超广角拍照变得更强了，而且在1倍和3倍光学变焦之间增加了一个2倍镜头的选项。这个部分其实是软件算法实现的2倍镜头，但是苹果增加了这个2倍，翻译过来就是苹果认为通过软件算法已经可以达到接近2倍光学的使用效果了。这个部分到时候我也会详细测试一下。这次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更新是息屏提醒，好家伙，等苹果息屏提醒等了这么多年啊，这次等来了一个大招。苹果的息屏提醒它是可以实现全屏亮屏的息屏提醒。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就从我的理解，就是苹果的息屏提醒呢，它不像安卓手机一样，黑屏底下显示几个白色的时间数字，而是整个屏幕会显示画面。就是以后你的手机放在桌面上去息屏的时候，
你可以浏览到屏幕上的所有信息。这个功能我非常期待，这个也是 iPhone 14和14 Plus 所不具备的功能啊。我其实更好奇，就是开启之后这个续航到底会不会受到严重影响？回头我也带大家测试一下。最后我也说一下购买建议，我们首先说。选择 Pro 还是选择 Pro Max， 这两款手机在功能上其实完全相同。Pro Max 就是播放视频续航时间比 Pro 长了6个小时。我的建议呢，续航其实可以放到一边，大家最核心的还是根据自己喜欢的尺寸来进行选择。你要是平时就喜欢用大屏幕看视频，用大屏幕玩游戏，那 Pro Max 就是唯一的选择。我自己的话呢，每年我都是小尺寸的忠实爱好者，单手握持更加趁手。今年两款手机重量都有所增加啊，14 Pro 增加了3克，现在是206克；14 Pro Max 增加了2克，现在是248克。Max 的重量还是很沉啊，我相信使用13 Pro Max 的同学应该有所感受。所以如果你家里有 iPad，那我其实还是会优先推荐14 Pro。至于颜色，我今年肯定是选择紫色了。今年这个紫色，我其实觉得特别像之前推出的紫色表带和紫色的这个保护壳，当时苹果叫做酱樱桃色。那我现在看一下，这个紫色好像和 iPhone 14 Pro 的紫色是相同的。我自己认为这个紫色没有去年远峰蓝那么惊艳，那么吸引我，但是看起来呢很稳，就是一种介于灰色和紫色之间的感觉。另外需要注意，今年的黑色、银色和金色和去年都发生了改变，其中银色呢要变得更白了，黑色是从去年的石墨色变成了今年的深空黑，我看渲染图是变得更黑了。金色的话，去年粉金感觉更多一点啊，今年更接近入淡金色。至于容量，我认为还是要以拍照为基础标准，就 Pro 它的影像能力要更加出色，所以日常拍照拍视频多的话，256GB 和512GB 应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我的观点是，你买手机本身就花了1万块钱，然后你为了省900多或者省1000多的内存钱，然后导致未来1年或者2年的使用过程中，处处捉襟见肘，天天删照片、删软件，那你就浪费了手机这么出色的性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手里这台 iPhone 13 Pro 啊，我存储了27000张照片，900多个视频，当然还包括一大堆软件，目前使用了接近400GB 左右，所以我认为对于 Pro 的购买，256GB 是首选，512GB 是第二选择。好了，以上就是我对于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全系产品的一个购买建议，希望能给大家提供购买参考。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